乱葬岗之事可有与忘机言明？蓝启仁伸手捋了捋胡子，遂朝着蓝曦臣问道。蓝曦臣犹豫半晌，遂说道：暂无听闻蓝家上了乱葬岗，忘机就已心乱，怎可能再多听的一句？蓝启仁起身，踱步走到窗边。曦臣，魏无羡走到如今这步，你有何想法？蓝曦臣微蹙眉头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。站在宗主的角度，能明白仙门百家想要魏无羡死的理由。魏无羡必须死，鬼道的存在会直接动摇修仙界的根基，而且鬼道多被心术不正的人利用，不可控因素太多，必须胎死腹中。可是站在修士的角度，无论什么道，能创道的人都值得敬佩，难说。蓝曦臣斟酌一下，遂开言道：魏公子此人放荡不羁，不受拘束，且善鬼道，于是人是患。蓝启仁指尖微动，把手背到了身后。老夫曾言，若真修成了鬼道，世人容不得他，如今却成了现实，到底可惜了这样一个人才。叔父说的是，魏公子天资聪颖，实属罕见。蓝曦臣感慨道：确实可惜了。蓝启仁朝着蓝曦臣挥了挥手，说道：你去忙吧，大长老那里估计很多事等着你呢。蓝曦臣朝着蓝启仁微微拱手，便离了雅室。驾！魏婴咬着狗尾巴草，草间的碎粒随着马车的震动一摇一晃的。马夫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看着斜靠在一旁的魏无羡，搭话道：魏公子，我看老胡他们也不忙啊，为什么不接你的单？魏婴微挑眉头，咧嘴笑道：胡老板他们其实挺忙的，我一早上在那就看他们做了好几桩生意。也是，老胡他们的生意都是大单，有时候我这边的单子也都是他们给的。马夫打一下马背，马儿加快了脚步，马车咯吱咯吱的声音作响。宜秋是我去的最远的地了，去那至少要半个多月，这半个月就要辛苦大哥。宜秋那边风景如何？宜秋是一个只要你在那就会特别舒畅的一个地方。马夫转了转有些酸疼的肩膀，似在回忆那里的风土人情。他们那特别好，有大草原，马儿可以自由的奔跑，不用怕磕着碰着。那里的人们也会在晚上一起跳舞，他们的服装挺杂的，我呀粗人一个也不懂，都挺好看的。大草原，魏婴放下了嘴里叼着的尾巴草，乖乖坐好，听着马夫的话语。随着马夫的描述，眼前仿佛展开了生动的画面，心里不由有了向往。自由真好，那里有自己的家。魏婴忽地挠了挠脑袋，总觉得好像忘记了些什么，可又听故事听得入迷，也实在分不开这心思去想，便也就不再去多想了。兰陵金陵台，哎，阿瑶啊，阴虎符成美研究的如何？金光善难得亲昵地拉着金光瑶的手，好声好气地说道。金光瑶微微提起嘴角，被拉着的手不自觉地缩了一下。父亲，成美天赋固然高，可阴虎符拿到才不过2-3天，请父亲多给一些时间。金光善放下了拉着金光瑶的手，整了整衣袖，不动声色地擦了擦手，遂温声道：那成美现在可有思绪？为父倒也不是心急，不过想提供一些帮助罢了。成美若需要什么，一定要和为父说。我记得这孩子挺爱吃糖的，这衣食住行方面一定要满足他。金光瑶往后挪了半步，微微与金光善拉开了距离，弯着眉眼说道：父亲待成美如此好，成美也一定会更加用心的。我会将父亲的意思传达给成美的。那你现在去吧。金光善掌心朝内挥了挥手，示意金光瑶可以离去。金光善本意就是想催薛洋赶紧把阴虎符整好，总觉得事情可能会有变，哪怕魏无羡已经死了，也不知这变如何而来。金光善踌躇片刻，还是觉得先找个美人安慰一下自己，这边一时半会也想不出在哪，还是醉卧美人香的好。兰陵偏远地界，一阵又一阵的敲打声伴随着痛苦的惨叫声，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瘆人。薛洋扔掉手里的锤子，皱着眉头看着眼前的人。只见那人的伤口已经化脓了，夹杂着心血，时不时爬过几条白色的蛆。薛洋一口咬碎嘴里的糖，不断嘀咕着：不对呀，我见着那鬼将军也有这些伤口，那魏无羡怎么成功的？还要不要丢到怨气场去？已经死了5个实验品了，小矮子也不多送几个。呜呜，那人仿佛听到了什么禁词，整个人疯狂地挣扎着，激烈的震动让在伤口上爬行的蛆险些掉落下来。
然而有些东西沾上了，哪那么容易甩开？薛洋转头看着角落里的盐巴，带上了一抹残忍的笑意。薛洋曾经见识过金家对待温家战俘的样子，胸口烫个疤，抽打几下，那是最低级的手法。薛洋一步一步走向被支架固定的人，同时又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塞进嘴巴里，糖是甜的，那血也是甜的。废物，小爷我暂时不送你去那风水地。薛洋拍了拍那张面部乌黑都已经分不清五官的脸，听到薛洋的声音，那人挣扎动作渐渐缓了下来。李家宗主，听说你手下的人也爱砍手指头啊，你是不是也很爱这些手段啊？